我哥因酒驾出车祸，一条腿被截肢，可我妈却说是我洗头害的，因此对我怀恨在心，活活被折磨致死。重生后，我回到了我哥酒驾当天。你是不是要害死你哥？前天我问了大师，大师说今天家里不能有任何一个人洗头，否则你哥会有霉运。听见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话，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没多想，我妈李桂琴已经冲了进来，夺过我手里的帕子。陈文文，你怎么就不听？你害死你爸不说，还要害死你哥吗？我爸在我小学就因车祸去世了。那天他路过书店进去，给我买了一本漫画书。买完过马路时，却被无证驾驶的汽车撞飞，当场身亡。我妈没有指责肇事者，反而将一切归咎于我。丧门星！你爸要不是给你买什么破漫画书，怎么会出事？滚出去！连葬礼都不许你出现！而10几年后，我哥酒驾出事，李桂琴依旧全怪在我头上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背这个黑锅。李桂琴口水横飞，我挤出笑。妈，你说的对，为了我哥的安全，我还是不洗头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此时，外面传来我哥的声音：“我车钥匙呢？喂，听见没有？我要出门了，别躲着我呀！车钥匙在哪儿？”李桂琴连忙出去拦住喝得醉醺醺的陈凯：“你去哪儿啊？你看你喝了这么多酒。我要去找丽丽，她说了，我今天不去找她就要跟我分手。你先别去，听妈的，让我走。”说着，他推开李桂琴，蹒跚着往外走。我冷眼看着，压根不想搭理他。李桂琴却狠狠掐我一把：“你死了啊！看不见你哥这样，还不拦住！”我只能硬着头皮假装劝：“还是别出去了，喝醉了，开车不安全。”操你妈的！你算个啥？老子说了没喝醉，我看谁还拦我！要是丽丽跟我分手，你们就等着，滚开！哎，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犟呢？李桂琴只能一屁股坐在地上唉声叹气。趁着他没关注我，我悄悄溜进厕所，拨通电话：“喂，交警大队吗？我要举报有人酒驾。”上一世陈凯女朋友丽丽发脾气放话，他1个小时内没出现，两人就分手。陈凯是妥妥的恋爱脑一个，几乎把丽丽当作太后对待，根本没在意自己中午喝了10多瓶啤酒，死活要开车去找他。我拼命的阻拦劝说，还亲自打电话给丽丽解释道歉。陈凯却怒骂我是要破坏他的爱情。可即将到丽丽家的时候，陈凯出了车祸，撞上一辆保时捷，送往医院后左腿被截肢，昏迷了整整2天。得知出事，声称是因为我洗头才害了陈凯。原来几天前，他拉着陈凯去大师那算命，大师说这天陈凯的至亲家人都不能洗头，否则会洗去他身上的好运。怪力乱神李桂琴奉为圣旨，无论警察怎么解释是陈凯酒驾超速行驶才发生车祸，他都不信。陈凯醒后也是将一切怪在我头上，此后两母子对我恨之入骨，动辄打骂。这还不够，因为陈凯撞的是保时捷，加上他没给车买保险，所以赔偿巨大。面对法院的催缴文书，两人居然逼迫我去干违法的勾当。我过着非人生活，只能睡在猪圈吃猪食，还要被迫给买家那个年近半百的糟老头子传宗接代。3年后，我被老头子活活打死。重来一世，陈凯的腿暂先留着，但我一定要两人同样跟我历经绝望而死。刚挂断电话，李桂琴就骂了起来：“你个赔钱货，连你哥都拦不住，要你有什么用？”我充耳不闻，骂着骂着，李桂琴突然停了。看时间，估计陈凯是已经落网。果然，下一秒，李桂琴接完电话就哭天喊地。天老爷，这是什么事啊？你哥被警察抓了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妈，我们先去交管局吧。其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看热闹了。到了交管局门口，就听到了陈凯的声音：“你们算个屁呀！凭什么抓我？还给我戴手铐，什么意思？我犯什么罪了？酒驾怎么了？不就是扣分罚钱，吊销驾驶证？等我出去了，看你们还敢不敢这么对我？扣分罚钱，你以为这么简单？你这次要被拘留。拘留？”陈凯心比天高，一直认为酒驾不重要，1次是简单的处罚，可2次就不一样了。早在2年前，他就因酒驾被抓过1次，念在他是初犯，所以罚了1000块钱，暂扣驾驶证半年。当时处理的交警多次提醒他，如果再犯罚款，吊销驾驶证，不说还会被拘留。可他估计早忘了，这也是我直接报警的原因。李桂琴冲进去哭天喊地：“不行啊，警察！这传出去多难听！我儿子还没结婚呢，酒驾而已也没什么大事，
就放过他这一次吧。陈凯也懵了，老实不少。交警拿出记录，根据规定，第二次酒驾被抓必须拘留。执法过程中，你还打伤了我们2个交警，罚款2000，吊销驾驶证，拘留3天，通知书稍后就出来。结果一出，李桂琴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陈凯则破防骂爹骂娘，闹了半天，终于李桂琴在交警的再三警告下，不情不愿的离开。可一出门，他就指着我大骂：“都怪你害了你哥！”我一惊，还以为他发现我举报的事，结果李桂琴话锋一转：“这么大个人，连你哥都拦不住，要你有什么用？早知道当初就该摔死你，害死你爸，还想把你哥害了。”我终于明白，跟我做什么没关系，而是只要陈凯出什么事，背锅的一定是我。李桂琴一直重男轻女，在生下陈凯前怀过2胎，但因为黑心机构检测出是女儿全打了。生下陈凯后1年又意外怀上我，这次检测结果出了问题，显示我是男孩。直到生下，李桂琴怒吼着就要摔死我，幸亏我爸拼死阻拦。他双眼猩红，咬牙切齿：“行，留下他以后帮陈凯。”他勉强接受我，可也从来不爱我，而我则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帮衬陈凯的使命。回到家，李桂琴念叨了3天，第4天一大早就出门接陈凯。中午只听见砰的一声，大门被踹开，陈凯怒气冲冲：“陈文文，你个贱人！好啊，居然敢把我酒驾拘留的事传出去，害我成了亲戚中的笑话不说，丽丽也跟我分手了。”陈凯好面子，在交管局就多次嘱咐不准将事传扬出去，尤其是他女朋友丽丽。丽丽家里对女婿要求高，本就没咋看上陈凯，更别说他被拘留过。可事情依旧是传得人尽皆知，亲戚们各种打听，还在家族群里公然议论。而陈凯女朋友丽丽也和上一世一样和他分手，当时他出了车祸被截肢，丽丽知道后一点不关心，反而急着和陈凯撇清关系，提完分手就火速拉黑了2人的一切联系方式。这次他也一样，陈凯被拘留，没有手机等出来，发现的时候丽丽已经彻底消失了。消息是我传出去的，可我声泪俱下，哥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你说过不能告诉其他人，我怎么敢呢？陈凯厉声质问：“不是你还能有谁？难不成是交警说的？”李桂琴也附和：“就是不是你还是我。”我擦了擦泪，缓缓看向他：“妈，虽然我想替你隐瞒，可怎么瞒得住呢？”李桂琴一脸懵逼，我指着她的手机，我亲眼看见是妈把事情说出去的，她给大伯和丽丽姐发了消息。李桂琴破口大骂：“你放屁！老子什么时候给他们发消息了？”我眼疾手快，抢过手机，翻出记录：“哥你看，凯凯酒驾被拘留，他是你亲侄子，你要想办法救救他。丽丽，好姑娘，陈凯开车去找你，结果被查到了酒驾，你说可怎么办啊？”陈凯看后脸色变得更难看，李桂琴则惊得瞪大了双眼：“不是儿子，我没有啊，消息是我传出去的，不过用的不是我的手机。”那天李桂琴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手机掉了出来，我捡下来后趁她没注意，给大伯和丽丽发了求助消息。大伯以前是交警，前2年才退休，他一直公私分明，不可能帮陈凯，但却是个出了名的大喇叭，有他在很快，所以亲戚都知道了。而丽丽收到消息后就把李桂琴拉黑了，转头跟陈凯提了分手。事后我把家里各种家族群开了免打扰，又让其他消息顶上去。这几天因为陈凯的事，李桂琴本就心神不安，自然没注意到。陈凯不一样，他一出来就看到群里各种议论猜测和丽丽的分手信，顿时火冒三丈。李桂琴还想解释，可陈凯压根不听，一掌把他推到地上，手机也摔得稀巴烂。好啊，老子千叮咛万嘱咐，不准说出去。你倒好，那些亲戚本来就看我不顺眼，巴不得看我笑话，现在你满意了，老子以后怎么见人？还有丽丽，我告诉你，她要是不跟我复合，你就等着吧。说完他摔门而出。好啊，你居然污蔑你亲妈，小白眼狼，我真是白养你了。我躲闪不及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妈，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还装什么呢？你推到我身上，哥会杀了我的。如果不是害怕，我肯定不会供出你。李桂琴气冒烟了，但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陈凯那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人已经坚信消息是他发的。他骂骂咧咧，拍桌子摔碗，直到陈凯回来。他还想解释，可陈凯揪住他的衣领。你还把我被拘留的事告诉了谁？说。李桂琴几乎喘不上气。我没有说，你放屁。丽丽死活不同意复合，我工作还没了，整个公司都知道这件事。要说我怎么只会告诉亲戚和丽丽呢？陈凯是做销售的，凭他那张嘴还真混得风生水起，而且即将升职成部门副主管。我找到陈凯死对头加竞争对手，告知这件事。很快整个公司都知道了，陈凯无故旷工3天是被拘留了。死对头添油加醋，还告诉了几个客户，拘留过的人当副主管，你们说可不可笑？
要是客人知道咱公司让犯人做领导，谁还信？为了声誉，公司立马将陈凯开除，并且让死对头上任副主管。有了消息那件事，陈凯理所当然认为这也是李桂琴说的。李桂琴不认，很快把事情推到我身上。儿啊，肯定是陈文文那个死丫头做的。你看那天大师说了不让她洗头，可她还想洗，虽然没洗成，但就差一步。而且我进去的时候，她都已经开水了。得亏我拦着，只打湿头顶一点。结果你出门就被交警抓了，那条路一直没交警，怎么会那么巧？就是他头淋了水，把你好院淋没了。他这全是胡扯，那天我根本没来得开水，更别说淋湿头。李桂琴就是故意编谎，想要陈凯相信我才是罪魁祸首。还有，我是最听你话的，你不让我说，我肯定不说。消息一定是他发的，污蔑我，我是你亲妈，肯定希望你好，怎么会毁了你呢？陈凯冷静下来，越想越对，砸我们。陈文文，你给老子出来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厉害了，居然想害我，滚出来！砸了半天，我默不作声，而楼上楼下邻居受不了，纷纷上门投诉。小声点，12点砸门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好面子的陈凯这才住手，李桂琴则劝他：儿啊，没事，既然有霉运，就肯定能解。这样有空我带你再去见那个大师，让他出出主意。陈凯沉默表示同意。大师，李桂琴口中的大师不过是个江湖骗子，偏偏他信的不行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如让两人信个够。我提前找到大师，塞过去一个红包，果然他一见眼睛就亮了。我给他看了李桂琴和陈凯的照片，听完我的要求，忙不迭就点头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按你说的做。隔天，李桂琴果然拉着陈凯去找大师。2个小时后，大师微信发消息 OK 了，他们已经相信。我勾起一抹笑，这次就让我跟着母子好好玩玩。晚上回来，李桂琴拎着一盒炒饭，语气生硬：没吃饭吧？我跟你哥在外面吃了，给你带了炒饭。就连陈凯也是一句话没说，只默默在我面前放了瓶可乐。你看，你哥也想着你，专门给你买的可乐。我憋着笑，装作惊喜，谢谢哥，谢谢妈。回到房间，又给大师赚去一笔钱，办得不错，这是尾款。第二天，李桂琴买完菜回来就嚷嚷：我捡到钱了！陈凯头都没抬，几块钱啊，有什么惊讶的？500。李天，突然陈凯望向我的房间，你说大师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昨天今天我们没惹他，结果一下捡了1000块。李桂琴转了转眼珠子，大师很准的，我感觉是这样。两人说着说着，一致决定晚上下馆子吃顿好的，还特意叫上了我。去吃饭路上路过一家体彩店，我拉住陈凯：哥，进去买一张吧。陈凯摇头：这玩意儿中不了，别说大奖，那几百上千的都没几个人中，浪费钱。我死死拉住他：买吧，反正捡了1000，万一中了呢？陈凯犹豫再三，还是进去了。一进店里，我就抢先说了号码，而陈凯全程都心不在焉。但没想到1周后中奖了2万，陈凯激动得上蹿下跳。真中了2万，他一把抓住我：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不然怎么会一定要我去买呢？而且号码也是你选的。我很是迷茫，不知道啊，只是走到那就有一种感觉要我进去。陈凯拍了拍我的肩：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，大师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家里的福星。我买通大师，让他告诉李桂琴和陈凯，上次是他算错了，我不仅不会给陈凯带去霉运，反而是家里的福星。陈凯和李桂琴对我越好，他们的运气也就也好。两人起初是半信半疑，所以我故意在李桂琴买菜回来时，在门口扔了500块钱，在家里悄悄藏了个手机，实时通话了解两人动作。得知陈凯要买烟，我又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扔了500块。而彩票，上一世中奖的人是小区里一个大爷，他喜欢下棋，我和他下过几次，他告诉我自己中了2万，连号码都说了。于是我带着陈凯抢在他前面买了。陈凯顺利中奖，也对大师的话更为相信。李桂琴回来后，听说也高兴得合不拢嘴。那咱以后发财不是简简单单，我是不是很快就能当富太太了？富太太，做梦呢！我故作羞涩。什么福星？假的吧？怎么会有这种说法？我还是去做饭吧。可陈凯拦住我：你别去，妈，你去。李桂琴愣了：我去。对啊，文文是咱家福星，怎么能干这些？大师说了，文文过得越好，我们就好。再说了，我还有事问他呢，你去做吧。李桂琴满脸不乐意，但只能听话照做。
陈凯拉着我问这问那，我则故作玄虚，把他哄得抓耳挠腮。餐桌上，我面前第一次摆满了荤菜，陈凯主动将鸡腿夹到我碗里，来2个鸡腿，我们一人1个。要知道以前我是万万没资格吃鸡腿的，就连多吃几片肉都要被骂。过了2天，我递给陈凯一张招聘启事，哥，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错，你要不去试试？陈凯面露犹豫，卖药，我不懂药啊，人会要我吗？而且这公司我都没听过，我斩钉截铁。放心哥，我有预感你一定能行，说不定薪资待遇比你之前公司还好呢。看我这么自信，陈凯同意了，隔天就去面试。面试结束，他就迫不及待给我打电话，文文，你太厉害了，这公司真比原来那个好。陈凯被当场录用，公司送了新手机、新卡，入职第1天还发了2000的入职红包。你不知道，以前我底薪加提成累死累活1月才赚1万，现在光是底薪就是8000，提成也高，2、3万不是轻轻松松。他喜滋滋上班去了，甚至给我买了条手链当礼物。而自那以后，李桂琴彻底承包了家里所有家务。妈，你看对陈文文好，我这啥都有了，为了我你受点苦，以后我一定给你养老。有了这话，李桂琴想拒绝都没办法。可没做多久，她就受不了了。一直以来，我每天既要上班，又要洗衣做饭、收拾家里，像个陀螺一样忙得团团转。如今李桂琴接替我，5点起床，准备1日3餐，洗洗刷刷，直到晚上9、10点。就是陈凯还经常挑剔她菜难吃，家里不干净。李桂琴不止一次喊累，哎呦，觉都睡不够，腰疼啊。可陈凯充耳不闻，反而怪他矫情。也不怪他，毕竟他已经享受10多年了，冷然再做肯定不习惯。只是每次看他扶腰揉腿叹气，我就高兴得不行。活该，比起我的遭遇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和李桂琴的痛苦相反，陈凯每天红光满面，斗志满满。1个月过去，工资是2万3，如此他更有动力了。高兴的事还不止这一件，他的前女友丽丽主动找上他复合，丽丽哭哭啼啼的扑进陈凯怀里，阿凯，我忘不掉你。他声称当初陈凯拘留的消息被他爸妈看见了，所以强制他分手，否则就要断绝关系。这段时间为了防止2人复合，他爸妈甚至住他家里监视，于是丽丽只能假装和陈凯彻底分手。昨天他爸妈终于相信离开，他们一走，我就迫不及待来找你，我真的爱你。陈凯本就放不下他，如今更是感动的不行。李桂琴一听皱眉反对，儿啊，我觉得有问题，要不你再想想。我总觉得他不是个好人。可陈凯哪还管这些，早就陷进温柔乡里，反而大骂李桂琴。胡说什么？丽丽这么好的女人上哪去找？你就是容不下她。欢盟中他指着我，你问你妹，她肯定也这么觉得。之前我也劝过陈凯要多注意丽丽，他同样不听，这大概是我和李桂琴唯一一样的地方。陈凯也看向我，行，文文你说，就凭你的感觉，我相信你。我笑着摇头，我觉得没问题啊，我哥也不再有钱，他图什么呢？李桂琴傻了，陈凯白他一眼，警告，听见没？文文都说没问题，以后不准再骂丽丽。当然没问题了，毕竟还是我主动找的丽丽，让她跟陈凯复合。李桂琴说的没错，丽丽确实不是个好人，妥妥的捞女。我专门调查了她，发现她谈的每一任男友都对她爱得死去活来，对她花钱如流水。等到彻底没钱，丽丽就会一脚踹开。陈凯是没大钱，但人傻，还是恋爱脑，身上有多少都愿意给他花。和陈凯分手当然不是像他所说被迫，而是那段时间他攀上了一个房地产老板，正犹豫要不要和陈凯分手，就得知他被拘留，刚好以此为借口。不过房地产老板有妻儿，2人没几天就被发现了，丽丽还挨了一顿打，彻底黄了。后来他又想找其他冤大头，不过找了几个要么比陈凯还穷，要么比陈凯聪明。那天我假装偶遇丽丽，告诉她陈凯找到新工作，月入2、3万，劝2人复合，她眼神立马就变了。果然隔天就求复合，小别胜新婚，2人整天腻歪。丽丽要什么陈凯都给，时不时转账5200、9999，把她哄得服服帖帖。李桂琴对此很不满，明里暗里劝陈凯，陈凯不仅不听，没几个月就把丽丽带到家里，称要结婚。李桂琴一口否决，不行，你俩重新在一起才多久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图你钱？当初一听你拘留，那跑得叫一个快，你还没看清他的真面目。下一秒，丽丽将一份检测单拍在桌上，阿姨，可是我怀孕了，是阿凯的，不结婚怎么办？别说李桂琴，我也挺震惊，这速度太快了。李桂琴惊得嘴都合不上，将单子反复看了10多遍。怀孕了，陈凯笑得一脸幸福。妈，千真万确，是我的孩子，我要对丽丽负责。有了孩子，李桂琴再反对也没办法。丽丽提出要20万彩礼，还要在市中心买新房，婚礼要在高档酒楼。
陈凯满口答应，李桂琴则瘪嘴，彩礼20万，太多了，我们最多只花20万结婚，其他钱没有，房子有这个就够了，咱几个住一起也不挤，实在不行我让他妹搬出去。丽丽自然不肯，放话达不到，要求绝不结婚，甚至还说要把孩子打了。陈凯一听，那怎么行？妈，我同意丽丽说的，钱我可以挣，我来想办法。没多久，陈凯真的弄到了买房首付的前50万，还背着李桂琴把他所有养老钱转给丽丽做彩礼，张罗着结婚。可婚没结成，陈凯先被抓了。一天吃饭，他喝得醉醺醺，在桌上大放厥词：以后我要当公司老总，住别墅，开好车。我强忍住笑，别墅没有，有牢饭。陈凯那公司根本不是什么正规好公司，就是卖假药的。我清楚地记得上一世新闻报道，该公司贩卖没有检验许可的药，而且专门哄骗那些老年人购买。被查出来后，整个公司的人都被抓了，公司老板和主要负责人被判了无期，底下那些员工最少也是3个月。所以我故意让陈凯去，那时候公司正缺人，随便谁都能进，高工资好待遇能留住人，但其背后也是高风险。警察抓他们时，公司正在开表彰会，正好一网打尽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李桂琴哭天喊地的赶到警察局叫冤：天爷啊，这是假的，我儿子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也是被骗了，你们不能抓他，可法律哪是能被他左右的。李桂琴在警察局白天到黑夜闹了几天，也没改变结果，还是陈凯要求李桂琴回家。妈，你快回家，告诉丽丽我没事，让她别担心，如今她怀着孕，千万不能出事。不过陈凯想多了，丽丽自从怀孕就住进了家里，可李桂琴再一回去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丽丽早收拾东西跑了，乐无音讯，微信电话都把李桂琴拉黑了。李桂琴找不到丽丽，又想起找我，可以打开我房门，好家伙，吓一跳，除了床和桌子什么东西都没了。她愤恨地给我打电话：陈文文，你死哪去了？此时我已经住在新租的房子里，找到了新工作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搬出去住了，工作也换了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没良心！李桂琴咬牙切齿：你哥出事了，你还有心情搬家？要不是你当初死活让你哥去这儿上班，能有今天这事？恍然他似乎想到什么，难不成你是故意的，就是想害你哥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继续装傻：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知道这公司不正规呢？哥说了这种事，我也很伤心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先吃饭了，你别担心，哥又不会被判死刑。在李桂琴骂骂咧咧的声音中，我挂断电话。此后，李桂琴多次联系我，可我压根不想理，直到陈凯判决结果出来。陈凯还不傻，审讯过程中一口咬定自己不知情，只是听从公司安排销售，所以情节并不严重。但同时又因为陈凯工作努力，创造的收益较高，最终判决结果是8个月。结果出来，李桂琴又到法院闹了好几次，还被人发到了网上。祸不单行，丽丽不仅跑了，还卷走了20万彩礼钱和50万的买房首付。听邻居说，李桂琴知道陈凯给了丽丽20万彩礼，当场便晕了过去。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不由得为丽丽鼓掌，太漂亮了。我想到丽丽会坑陈凯，所以才故意让2人复合，不过没想到坑了这么彻底。尘埃落定，我去监狱看望陈凯，一见我，他首先就是问丽丽：丽丽怎么样？我扑哧一笑：你妈没告诉你，她拿钱跑了？陈凯点头：那是失联，不是跑。丽丽肯定有苦衷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她爸妈肯定知道了，逼着她走。这些钱彩礼本来就是我给她的，50万是我暂时让她保管，她会还给我的。况且她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，怎么会跑？我差点笑出声，做多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也没想到会被自己爱人坑了吧。我拿出几张照片，你看上面是谁？照片上正是丽丽，可她旁边站着另一个男人，正抚摸着她的肚子。丽丽表面和陈凯复合，其实就是图他钱，想从这儿骗彩礼钱。而照片上的男人才是肚子里孩子的父亲。丽丽怀孕后，我就留了个心眼，发现她经常偷偷外出，都是和这个男人私会。我悄悄拍下照片，并未戳穿。看了一张张照片，陈凯近乎崩溃：不可能，你这是 P 图合成，丽丽不可能背叛我，她那么爱我，爱你。别扯了，她就是想要钱。当初是我告诉她，你现在工资2-3万，她才回来找你，否则早就忘了你。见她越来越崩溃，我翘着2郎腿告诉了陈凯一切事情：酒驾、发信息、大师、福星再到工作、丽丽。每说一件，陈凯就更崩溃，痛苦1分。这都是你做的，你想害我，老子可是你哥，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哥。这所谓的血缘，早在上一世就彻底断了。临走前，陈凯趴在桌上泣不成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丽丽？我什么都没了。也是这时，他哭着说出另一件事：那50万的买房首付是他借的，而且还是高利贷。丽丽旁敲侧击让他去贷款，还说以陈凯每月的工资肯定能还上，先买房结婚再说。阿凯，
你放心，等我生完孩子我就去工作，以后我的工资还房贷，你的工资还贷款。陈凯还真以为自己找了个好女人，乐呵呵同意了。而贷款一下来，丽丽就以暂时保管为由转走了，她早就做好跑路打算，才不管陈凯会不会被抓。对此我只能说，人太傻能怎么办呢？看完我陈凯后，我专心工作，李桂琴则忙着满世界找我找丽丽，可惜一无所获。8个月过去，陈凯终于出狱，可他一出来就面临高利贷还款。当初陈凯和他们定前半年至少还10万，如果还不上，则要求3个月内还清所有贷款。这时间早就过了半年，高利贷的人也找上门过，可面对李桂琴一个老人，终究没办法。陈凯出狱自然是找他，可如今别说10万，1万陈凯都拿不出来。这家高利贷的人不讲规矩，还不起他们就冲进家里拿刀威胁陈凯，告诉你们要么还钱，要么给命。李桂琴被吓得一病不起，走2步就要呻吟，多半只能坐着躺着。陈凯不仅要想办法挣钱，还要伺候病人，久而久之自然是怨气冲天。他怨我，怨丽丽，怨李桂琴，就是不怨他自己。即使这样，他也没在要求时间内赚够钱，无奈只能卖了房子。却恰逢房价大跌，加上这是老房，没有电梯，装修老旧户型小，地理位置也一般，最后只能卖40万。可债方要求他一次性还清50万，还差10万。他尝试和债主讲道理，不过根本没用，最后又试图逃跑，却被抓了回来，剁掉一根手指。再后来，陈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成功还完50万，开始四处寻找丽丽。我心有疑惑，这么段时间他从哪里筹钱？而且并没有亲戚说陈凯找他们借钱。直到这天，我无意遇到了曾经的邻居，他很热情。好久没见你了，对了，你妈怎么突然回乡下了？我记得她可说乡下破得要死，住不了人回乡下。怎么可能？乡下房子早被拆了，就剩了框架，亲戚们也几乎都搬到了城里，他能住哪？突然一个想法冒出来，难不成陈凯？为了印证这个想法，我偷偷回乡下，果然问了一圈，没人见过李桂琴，也没跟亲戚们联系过。得出结论的第一时间，我就去报警。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我妈失踪了。警方很快开始调查，陈凯是第一个被询问的。面对询问，陈凯紧张的满头大汗，说的话也是前后不通，这引起警方高度怀疑。你开始说你送他回去的，现在又说他自己坐车回去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还有，你难道不知道乡下房子早拆了？这么久了一点都不关心你妈住哪儿，过得咋样？再问陈凯就装死一言不发。就在陷入困境时，有警察从陈凯的手机中发现了重要证据。报告，我们恢复数据发现，他曾和广西某小乡村的人联系。据调查，陈凯没有亲戚朋友在广西。一听广西，我心不由得一紧。果然，上一世他和李桂琴联手卖我，这一次他就卖自己亲妈。眼见暴露，陈凯不再隐瞒，交代了一切。为了还贷款，他无奈联系商人贩子，询问是否有要老年人的。没想到还真有，是个官夫，15年前老婆去世。据他说，李桂琴和他死去的媳妇长得像，他儿子儿媳移民美国，再也不回来，因为孤独，所以想找个人陪伴。可他已经70岁，谁想陪他？于是拿了积蓄买下这个和他老婆相像的人，共同死去。警方立马前往解救李桂琴，而陈凯直接被关押。我跟随警方赶到时，李桂琴已经死了，死在猪圈里。表面深情的男人，实际却是个变态，每天将他拴在猪圈打骂折磨。李桂琴本就有病，如此一来没挺多久就死了。老官夫也没处理尸体，这么任由他腐烂。被带走时他还愤愤不平，那个傻逼骗我，明明有病还说身体健康，这么快就死了。入狱后，陈凯主动提出见我，第一句话就说：陈文文，便宜你了，本来被卖的该是你才对。那一刻我明白他也重生了，老子就是信了那傻逼大师的话，否则会被你愚弄。你间接害死了你妈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我内心毫无波澜。陈凯，别忘了那也是你妈。李桂琴多宠你爱你，你心里清楚，从小到大她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你，可你却为了区10万把她卖了。究竟是谁害死她？我没有办法，他们说了，每天剁我一根手指，直到我还上钱，我能怎么办？我是被逼无奈，我也不想。说到最后，他突然失声痛哭，对不起妈，我没办法，该死的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是陈文文，还有丽丽那个贱人。我不想争辩，起身离开。我知道余生陈凯都会在后悔、愤怒和痛苦中度过。